哦，That's good。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绿色健康频道。那么今天我们又来讲一下日本的疯批怪人事件——东京尸体快递。这件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？反正当时在国内引起了一些关注，因为它跟一个中国人有关，但有关也不是非常有关怎么回事呢？话说在2014年的3月22日。日本大阪市的一家养老院，有一个29岁的护士冈田李香请假了，请假理由写得非常简洁明了，就说我要请个假。大概1周后，他还没有来上班，领导和同事就急了，开始打他电话，但是没人接。于是他们就去了他的公寓找人，但发现没人。不久后同事们收到了李香发来的信息，说我很忙，不方便接电话。既然人回复了，那应该没事吧？他们觉得李香可能回老家或者去外地了。但没任何交代，就很奇怪。几天后，物业上门收费，也发现没人，打电话过去催收，电话那头是自动回复说我在外地，暂时不能回家。大概1个月后，物业发现他还没有交费，就联系了他的父母。他父母也感到不对劲，女儿没有回家，但近期都有跟他联络，只不过是以信息的方式打电话，没人接。母亲感到不安，带着物业费来到了女儿的公寓，并让物业开了门。房间里没人，可是物品却有被动过的痕迹。最骇人的是，他发现床上有被擦过的血迹。母亲这才意识到大的要来了，立刻 call 了警察。警方通过调查发现，在李香失踪期间，他一共办了6张信用卡，消费了100万日元，用于购买食物、衣服之类的。一些消费还是在中国境内进行的，而其中有一条消费记录很奇怪，他在东京都八王子市租下了一间储存仓库。为什么位于大阪的李香要在东京租一间仓库呢？这引起了警方的注意，他很可能遭遇了不幸，被耽误了身份。警方来到了仓库地点，打开了门，迎面而来的一股恶臭、腐烂的气味直接上头。他们发现仓库内有一个长2米的纸箱，上面有一张快递单，写着人肉，而寄件人和收件人都是冈田李香。什么意思？我寄我自己。凭借直觉警方意识到这里面装的肯定是不祥之物。他们打开了纸箱果然发现了一具被包裹严实的尸体。经尸检发现身上有50多处刀伤，而这个人偶的身份就是失踪已久的冈田李香。为什么他会被杀呢？又是谁把尸体快递送到这里的？虽然寄件人和收件人都是冈田李香，但通过快递公司，警方查到预约寄件的却是另一个人，名叫大石有里，同样29岁。她是第3代日裔巴西女性，居住在东京都八王子市。同时，她有一个特殊的身份——日裔巴西人盗贼团伙的成员，在此前就有多重前科。4年前曾因为经济纠纷被警方拘留过，由于签证到期，目前属于非法滞留移民。而最重要的是，警方在纸箱上检测到了他的指纹，他们认为此人具有重大嫌疑，决定对他实施逮捕。然而，他们打了个寂寞。警方发现，在接到报警后不久，这个人就拿着李香的护照从东京飞往上海了。去到上海后，他跟一个中国籍的女性住在一起，他们俩经常一起出门，一起逛街，而且手拉着手。所以大石欧里很可能是一名女童，而这名中国女子是他的女朋友或者男朋友。那么问题来了。中日是没有引渡条约的，而他是巴西人。如果他被驱逐出境的话，可能会被遣送回巴西。而巴日之间也没有引渡条约，但日本警方怎么才能抓到这个在上海的嫌疑人呢？可能他也知道日本政府违法跨国执法，因此他并没有试图隐瞒自己的行踪，毫不掩饰的出现在日本媒体的镜头前，好像在说我就杀了人，我就被你们拍到了，你们也抓不了我，怎样？是的，很难抓但是也不用抓。令所有人很意外的是，1个月后，他就向上海警方自首了，而他却是这样说的：我是在冈田女士的同意下拿到护照进入中国的，跟案件没关系。这说明他已经知道自己在日本的事件曝光了，而他没法在中国长期停留，迟早会被发现，只能自首了。上海警方随即以盗用他人护照、非法入境为由对他进行逮捕，在中国拘留了2年零8个月后，他于2017年被转交给了日本警方。大石有里一开始极力否认罪行，但2个月后，在证据确凿的指控面前，他意识到自己已经跑不掉了，最终坦白了自己的所作所为。所以事情是这样的：大石有里和冈田李香是小学和初中同学，有里初中毕业后就跟父母去了巴西。2005年，20岁的他又独自一人回到了日本，据说是因为打架离家出走了。回到日本后，他在超市找了一份工作为生，但很快他的日本签证就到期了，成为了非法滞留移民，工作和居住都成了问题。不久后，他认识了一个中国的女留学生，两人很快成为了闺蜜，并
便发展成情侣关系。随后有理就搬到了中国女留学生位于东京的公寓里居住。在此期间房租和生活开销都是这位中国留学生出的。有理觉得对方应该非常有钱，自己包上富婆了。但到了2013年，这位中国留学生毕业后却说要回上海了。一想到没有了富婆的依靠，没法抱大腿的有理痛心疾首。他已经适应了这种吃软饭的生活，他决定要跟随女友一起去上海。但他自己是非法自留移民，根本去不了。他必须找到一本正常的护照，去哪里找呢？他想到了自己的小学同学冈田李香。为什么选到他呢？第一，是因为他们从小就认识，容易接近。正所谓同学见同学，背后决一决，不是没道理的。第二，是因为李香独自一人居住，没出过国，也没护照，照片没被登记过。经过层层筛选后，就只剩下冈田李香这位幸运儿了。2月1日，有理邀请了李香和另外2名同学出来见面。当天，李香还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同学聚会的照片，说今晚要去见一个小学同学，现在住在东京，不容易见面。而当晚有理聚会后是在李香家里过夜的。但他还没想要杀人。然后到了3月19日，李香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条动态，他说发生了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情，让我气得浑身发抖。具体的事情不清楚，但猜测可能是有理想借用他的身份办护照，而他肯定是没有答应的。这使得有理动了杀心。3月21日，杀意渐起的有理带了一把刀前往李香的公寓，他再次请求借用李香的身份来办理护照。结果还是被当场拒绝了。李香此时非常生气，想把他赶走。有理此时也非常生气，捅了数十刀后把他干死了。接着以李香的身份给他的医院发了请假信，然后买了一堆缓冲材料，把李香的尸体包裹好，装进纸箱里，打电话给快递公司说要寄一个人偶，目的地是他自己位于东京都八王子市的公寓。随后再用李香的身份租了一间仓库，把人偶放进去，而该仓库的位置距离他的公寓只有500米。从此刻起，大石有理就变成了冈田李香。他用李香的健康证和自己的照片申请了护照，护照上名字等信息是冈田李香的，而照片则是大石有理的。为何这样的护照可用呢？请日本的签证移民局反思一下。随后有理就从东京飞往上海寻找自己的富婆了。那么这个富婆跟案件有没有关系呢？目前大多数说法认为她没有参与其中，不过她是否知情呢就不好说了。那么看到这里，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，仅仅是为了办理一个护照，需要做到杀人这一步吗？为了避免非法入境这样的轻罪，而触犯了杀人这样的重罪，这不就是在校长面前答辩，自寻死路吗？很明显有理的证词有所隐瞒，他不是在一怒之下冲动杀人的，而是他本来就打算杀人，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是非法滞留移民，难以过上安稳的生活，所以他需要一个身份。在法庭上他是这么说的：我别无选择，只能杀死别人并接管他，来重置我生活中的一切。也就是说他杀人是为了永久的获得李香的身份，冒充冈田李香代替他过上正常的生活，而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出国护照。这点非常重要不仅表明了他杀人的意图，也似乎暗示了他人格有问题。辩护律师借此声称，他想成为别人的想法意味着他可能患有多重人格分裂症。他作案时是在另一个人格的控制下，他缺乏判断力，应该重新处罚。是的又是经典的精神病犯罪套路，杀人就犯病，不杀人就没病，灵活精神病是吧？不过这次他没有得逞，法官认为他带着隐藏的刀去了受害者的家，这表明他是在理智的状态下行动的。最终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诉，他于2019年被判处无期徒刑。这么说了，对于受害人冈田李香只能说太倒霉了，碰上这么一个疯批同学，防不胜防啊！你永远想不到会被一个小学同学干趴在地上，所以的话等死吧！遇到这种情况也没啥办法了，对方有无数的机会可以线下单杀你，而你根本无法察觉到。好的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点赞关注，熄灯看片不迷路。这里是你的男朋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